迎大家收看三人学，我们是三人日常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南，然后陪宙学一起来出差，对，跑客户，顺便在这个饭店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三个人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，还有跟大家谈什么叫做三人的感情。所以这是一支算是我们第2部 Q&A， 对不对？因为第一部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我们发第1部之后，就有很多的粉丝成长起来，而且那只是没有哪一个 YouTube 是发第1支影片就是 Q&A， 对，还蛮有趣的。然后今天我们第2部影片就想要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一件事情，因为很多人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问啊等等的，那我们就想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因为主要我是觉得，好像大家对于三人恋爱这件事情，好像没有太多概念。刚开始也没有太多概念，我们刚开始其实都是在摸索的状态中，然后找到我们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。应该说，在这一段感情中，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中，探索我们自己想要，去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吧，或者什么样的方向吧。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我们也完全没有一个定调什么，可是我觉得经过大概我们现在已经经过大概快半年的时间，还有沉淀，还有各种的情绪波折底下，好像慢慢可以归结出一些论点，一些小心得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很常遇到的问题。好，那我先想问你们2个，你们觉得什么叫做开放式关系？因为我觉得说开放式关系有点像是他可以去跟别人性关系，但是他不会爱上别人，大概类似这样。因为大家觉得说好，那其实可不可以这中间会不会有所谓性跟爱是分离的部分？那我觉得有些情侣是可以性跟爱是分离，完全分离的，然后去处理这关系，那这东西其实就叫开放式关系。那还有一个部分是，如果他们没有分开的话，其实比较趋近于我觉得我们3个的状态。多元恋爱它是一个最大的框架，它包含很多除了1对1的那种封闭式关系，那其他都叫做多元恋爱。那我们3个人就是3个人的封闭式关系，它不算是开放式关系。那我自己认为的开放式关系是有很多种，可是最主流大家最知道的开放式关系应该是性可以跟别人，然后爱是只对一个人是专一的，那就是封闭的爱跟开放的性。但是我觉得开放式关系的讨论有很多种，你可以是性跟爱全部都分离，所以你可以有同时1对多的交往，那就是感情跟性都可以分开。那有可能有些人喜欢性合一，可是爱可以去有多个人，这是另外一种，因为它是有很多开放式的可能性的。所以就看大家觉得自己怎么取舍，你觉得爱比较重要，还是性比较重要，还是2个都一定要在一起才算是真的爱？很多人会问我们说，那是不是跟以前的一夫多妻制一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一夫多妻，一夫多妻吗？我觉得我们不像是，因为一夫多妻可能是老公娶了2、3个老婆，对，但他老婆跟老婆之间并不是都是彼此喜欢的。没错，这是最大的差别。因为一个男的他喜欢2个女的，那2个女的不一定彼此相爱，但我们是3个人都彼此互相喜欢的，这才成立一个3人的关系。所以不要再拿我们跟一夫多妻以前那种旧制度比，但是现在的确是有异性恋，他是一个男生2个女生，或是一个女生2个男生的，那他们有可能是3个人都彼此相爱，或是有可能就像以前的一夫多妻那种感觉，或者一妻多夫，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定义。所以每个不同的组合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则或条件。那我们自己是，我爱你们2个，你爱我们2个，他爱我们2个，大家都相爱的。就是互相都是有彼此喜欢的，并不是说有其中2个都只喜欢一个人的状态。那在现代中当然也有，像伊斯兰国家的一些人可以允许一夫多妻。那如果是一些原始部族，他很多一妻多夫也有，所以不一定，就是尊重每个民族跟文化吧。的确是。但我觉得一夫多妻他们在相处下的不平衡或是委屈可能就比较多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自己爱的那个男的还有很多的老婆或是老公，他们2个在这3个人在一个屋檐下面相处，可能就有很多的冲突跟摩擦。不知道会吗？搞不好他们不觉得自己委屈啊，他们搞不好觉得说
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幸福。有可能这文化让他们觉得说这是很正常，对，对他们来说就是很日常的相处模式。但我觉得最棒的还是，当然3个人都相爱的话，会是最幸福的，因为通常是这2个女人没有爱，只对一个丈夫，那丈夫同时爱2个女人，这2个女人就会比较痛苦，因为吃醋啊，或者是就很像以前的后宫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要彼此互斗，那很辛苦哎。大家有看过《甄嬛传》吗？就是《甄嬛传》。对啊，那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别。有人问到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蛮有趣，他是说同志是不是比较可能3人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不会有男生跟女生，因为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真的会有一些差别，可能是想法上面。对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点应该是在于性向的突破。对啊，因为3个男生或3个女生在一起其实比较简单，因为他们同时都喜欢同一个性别。但是我在想，我其实不知道正确的有男女的那种3人关系到底是怎样。因为我很好奇，说一个女生配2个男生的话，那2个男生彼此喜欢吗？就他们是不是双性恋？对，好像是3个人都要是双性恋才可以。对，才比较有机会构成这样的组合。可是如果这个几率更低。对啊，而且要彼此相爱。我觉得最困难的3人在一起，最难的会是彼此相爱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局限自己，只能这辈子一次只能爱一个人，可能要遇到2个人、3个人彼此全部都互相喜欢是很难的。很难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有遇到彼此还算蛮幸运的，神奇的机会。因为我们彼此3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这辈子会有3个人在一起的机会。我觉得很难，就是缘分。感觉一切都对了，觉得刚好在那个时间点，才可以这样子。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交往到现在已经半年的彼此的心路历程。来讲我们自己的心态好了。那从谁先开始？你先好了。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啊。对啊，超快的。我觉得没有遇到半年，因为我觉得这半年中太多风风雨雨。那你们记得哪些大事件？大事件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其实前2个月比较像是还在彼此磨合，然后有点小热恋期的感觉，所以大家都其实还在一个比较亢奋、比较高潮的状态中。然后接下来的4个月是他去当兵，这时候他就煎熬的开始。这我自己讲，这好啊，这让他自己讲，这他应该很有心得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什么。可是我觉得其实中间历经很多情绪处理啊，然后还有如何去达到平衡这件事情。然后其实我们中间沟通过很多，到现在我觉得大家排解都很 OK 了，然后慢慢进入一个比较稳定，然后好像可以更确认彼此之间的感情的一个状态中了吧。那其实私底下的我们，其实也都是经历了我们各自的水深火热的沟通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跟你们分享，说我们各自沉淀跟各自省思出来有哪些心得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其实中间里面有个很妙的点是，其实第3个人的加入有一个很好的点是重新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找回那种有点丢失的热情。因为我觉得如果2个人相处久，他一定在耐心上，在不管其他可能相处上，我们都会很松懈。有第3个人加入，好处就是它其实会让我们绷紧神经，然后知道说我们该在什么地方赶快还要再出一点力，不能这么松懈下去。你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全部都打破了，然后就变成是3个人要全部重新重来的感觉。这是一种重新恋爱的感觉。对我们3个人都来说，都是一段新的开始。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3个人在一起，感觉像是你在对你身边的朋友再一次出轨。比如说你要跟女朋友说，我现在跟2个男生交往。他说啊，2个男生吗？等一下，很像你在出柜的时候，就在租人，你有2道门要打开。我觉得我有个很妙的感觉是，身边的好朋友们，因为我觉得网络上虽然会有很多一些言语啦，可能就我们有时候我们难免还是会看到一些，可是我觉得身边好朋友们反而都是抱持一个很祝福的角度，其实我们还蛮感激，连父母都是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感激。我觉得从我一开始交往到现在，我自己看我们这段关系有什么改变，我觉得是从一开始我看到你们2个可能会有一些亲密行为的时候，我觉得会很别扭或不自在，但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内心，我现在回过头去想，可能就是不习惯，因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段新的开始，所以我们还不习惯说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。
一跟你们讲，或是可能反应太大的话，可能又造成你的压力，所以我就很憋住，不敢跟你们讲。对，但后来我也是学习说该怎么把我内心的情绪好好的跟你们沟通，而不是像一颗炸弹一样累积到一个顶点的时候，突然把它炸出来，然后炸得我们3个都遍体鳞伤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靠成长是，我今天的把我内心的情绪告诉你们之后，你们会好好的接触我这个情绪，也会好好的跟我说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怎么做，你们也会你们会配合我，是给我方法，然后陪伴我。所以我觉得就这样渐渐的习惯了，所以我到现在好像以前那种不别扭啊，或是不舒服的点，就渐渐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了。而且我觉得说最中间最折磨的事，就是我们交往之后2个月之后我就进去当兵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无助跟最无力的时候。因为军中这样的关系，让我觉得说我很无助，我会不会我感觉没什么价值，所以我反而说，我也是在你身上我看到说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相处。那在要怎么做到这一块，就是好好的爱自己。我觉得要先爱自己，别人才会爱你。因为你自己在那个状态一直很不平衡，然后很无助的状态的时候，你要改变整个大环境是非常非常困难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不可能就是让你说，直接退伍或者不用从军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只能做的是心态改变。可是我们知道心态改变又很困难，所以当你学会爱自己的时候，你反而能自己跟自己对话，然后自己理出一些东西，我们又可以更快速的跟你沟通，然后知道说你想要什么需求什么，我们能提供的帮助是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个就变很好。就是我觉得他这4个月成长是蛮大的。开始还信誓旦旦跟我们讲说，他很想要去当兵，想要体验看看，殊不知哭了不知道几个月了。到最后已经3个月半了，他觉得慢慢已经开始适应，就已经要退伍了。OK， 终于要出来，谢喽。我们就这样被折磨了3个月。先谢谢国军，谢谢他干嘛？让他成长啊，是他的问题。对啊，如果针对成长性，我觉得说为什么要独立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独立之后我才有价值。因为当自己独立可以好好爱自己的时候，也可以把依赖感抽少一点。如果你很依赖对方，没办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话，可能会造成说别人的压力。你就不用自己活在恐惧中，因为当你的安全感自己给足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害怕别人说哦，那别人可能跟别人走了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另一半背叛你干嘛的？对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，因为你发现你可以爱自己，然后还有很多人可以爱你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，它就是一种失去，可是你自己还是保有自己的一切，就不用怕。但我觉得说我自己也在学习说，我们3个人，因为我觉得说以前可能就是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某一方面很受你的照顾，我就变成说依赖感就很重。但现在是新的一段关系之后，我们都要把这个依赖感抽掉，更独立，变成说我可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像以前这么依赖你。大家不要误会这样的意思，说啊，其实大家都爱我，不是我们不爱他，而是他满足自己的心情，才不用怕很多东西会失去，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还在，是保有自己的安全感。应该说要有正确，然后适当的依赖是正确的，就是不能过量。应该说我们3个人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坦诚的告诉彼此我们自己心中的感受是什么，然后没有一个感受是不正确的。就像作曲以前感到不舒服，或者是哪些地方看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样，他就觉得不舒服，这些感受都是正确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心情那些都是一定会有的。那当你把它说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去想彼此怎么解决方法。对，因为不能一直埋在心里，然后你心里觉得不舒服，憋到最后，其实这关系一定不会健康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沟通就是这么重要。对，我还想到一个，就是我们现在都很能直接的沟通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。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猜测到你心中内心真正的想法是干嘛。你只有说出来，对方才能想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满足你这个要求嘛。我们可能都知道说要把心中的不舒服讲出来，要不然如果会积少成多，可能就变成一个大问题。但是当这时候如果把这个不舒服的是我想要跟你沟通这件事情，我很严肃跟你想要认真跟你讲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听到了。你如果是给我不好的回应，如果是怎么下次还是这样子，那就变成无效的沟通。我觉得大家都要有耐心，比如说你这次讲了1次，那我们做的调整没用，那就下一次再沟通，没用再第3次沟通，才会慢慢找到一个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那如果真的最后解决不了，那大家也承认了，不是要彼此适应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或者是分开，那就是之后的课题。对，但至少我们现在遇到问题全部都被解决。对，我觉得解决方法有很多种，并不只有那一种。解决方法有可能是可以达到说双方各退一步，就到一个平衡点。
有些东西就是超级难处理嘛，就是它并不是说马上在这个时间线里面就可以解决掉的事情，尤其是感受，自己要满足自己。虽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不认同这个东西，可是当你有办法觉得安全感是自己给的，然后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任，跟对伴侣有足够的信任的时候，那其实很多事情就不是一个大问题。你自己很有感觉吗？对啊。我觉得有些感受真的放着，但是就随着时间会冲淡，但是也是要不断的一直在跟内心对话。其实内在要对话，外在也要对话，就我们3个之间也是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。所以跟自己沟通真的很重要，然后跟伴侣的沟通也非常重要。大家都不想要把自己内心最难受、最不舒服的地方一直往里面挖，一直往里面挖，可是这很重要，因为你得找到最深层的根源，问题在哪里，你才办法解决表面上出现的问题。我觉得我在这个感情里面最大的改变是，我学会了更照顾我的伴侣，因为毕竟我单身了3年，然后以前就过惯了一个人的生活，所以就很习惯，理所当然觉得啊，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就好。可是当进入我们3个的关系之后，就变得说啊，我好像要多照顾你一点，然后我多接受一点你的爱，让你们多照顾一点，让你觉得说你可以依赖在我身上，然后让我觉得我可以依靠在你们身上，然后也给彼此更多的时间。因为像以前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什么事情，像我要今天一整个礼拜要去做我的陶艺啊都没关系，我就可以在家一整天，然后做我想做的事。可是现在变成是我的假日会拨出来给你们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自己彼此想做的事，或一起想完成的事情。这都是对彼此的付出跟照顾。那你需要更依赖我们一点，有吧？有啦。